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现在很多朋友都有胃不好的毛病，如果不注意调理的话，就可能会发展成胃部疾病，所以平时要多养胃。今天木子教给大家一个方法。首先，我们坐在椅子上，双腿弯曲，脚掌踩地，找到大腿上面胃经的位置，然后双手半握拳，用双手的掌面从大腿根部往下推，一直推到膝盖处。如果觉得用不上力气，也可以用擀面杖。做的时候要感觉有疼痛感，如果疼得比较严重的，就说明胃经堵得比较厉害。这时呢，可以重点的按摩一下。这样左右交替做5到10分钟，每天这样做可以打通胃经淤堵，养护肠胃健康。除此之外，还有瘦腿的功效哦。那俗话说得好，胃病3分治7分养。除了上面这个方法外，也可以配合饮食调理。建议大家呢可以多吃点养胃食物，比如黄苦荞。黄苦荞属于粗粮，其中富含维生素和膳食纤维，可以促进消化，保护胃黏膜。没事泡水喝，能预防胃部疾病哦。我们经常会说呀，响屁不臭，臭屁不响。很多人觉得呢，放屁很尴尬，其实啊，没啥好尴尬的，这多正常啊。但是呢，有的人经常放屁，这就得注意一些问题了。问题1，肠胃问题。如果呀，肠胃出现了一些问题，食物消化和吸收的不彻底，那就容易呢堆积，产生气体，出现呢放屁次数增多的情况。问题2，便秘。经常便秘啊，导致吃进去的东西排不出去，就会慢慢的发酵，使人放屁次数增多。问题3，肠道菌群失衡。肠道菌群失衡会让体内一些菌群继续繁殖增加，这样啊就会产生很多气体，从而使放屁次数增多了。虽然放屁啊是很正常的一件事，但如果频繁放屁，而且味道很臭，就不能忽视了。不睡觉啊是很正常的事了，但是呢，有的人却辗转反侧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。你说这长夜漫漫却睡不着，多痛苦啊！而且对身体健康也不好。那今天木子给大家推荐2种花，用来泡水喝，可以改善睡眠哦。百合花，经常睡不着的朋友可以用百合花泡水喝。百合中含有百合苷，有很好的宁心、安神、镇静的作用，能帮助改善睡眠质量，对缓解失眠有很好的效果。洋甘菊，洋甘菊是一种很常见的植物，可以将它呀制成花茶，用来泡水喝，能帮助舒缓神经、镇静安神，对改善失眠也有辅助作用哦。得啦，有些人啊总是头晕头痛，整天呢昏昏沉沉的，这样的情况不能够大意喽，尤其是老年人，可能是脑供血不足了。那今天木子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可以帮助改善脑供血不足，预防脑梗哦。那这个动作呀就是按摩颈部。首先将双手对搓，搓热以后，快速的放在颈部左右两侧摩擦，力度适中即可。摩擦的速度呢可以快一些，要感觉皮肤发红发热。每天早中晚各做5分钟，这样按摩可以促进颈部血管平滑肌松弛和血液循环，能帮助提高大脑供血，对改善脑供血不足、预防脑梗有很好的效果。大家可以坚持做。话说一胖毁所有，很多人大肚挺挺，连走路都艰难，试过节食，试过运动，可是效果呢都不咋地。其实啊，你可能忽略了，可能是经络堵了。那今天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可以打通经络，对瘦身有帮助。首先，自然站立，双手交叉在头顶伸直，手掌心朝上，然后踮起脚尖拉伸身体，脚后跟落地的时候，上半身向前弯曲，双手向下拉伸，最后还原。这样为1次，每天做3到5分钟。这个动作能够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，拉伸经络，对打通身体堵塞有帮助。每天坚持练习，能排出体内湿气，加快身体代谢，消耗脂肪，让大肚腩远离你哦。人久坐不动，低头玩手机，身体肥胖，这些啊都可能会让颈椎出现问题。而颈椎不好呢，还容易使人出现脑供血不足，经常头晕头痛，记忆力减退。那今天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对颈椎健康有帮助哦。首先站直站好，两脚分开，大约和肩膀同宽，然后双手向上举起来，手掌心朝上，手臂呢是弯曲的，然后呀再踮起脚尖，同时双手尽量的向上伸展，
这样反复的练习50次，就像我们手托天一样，每天做2到3次。这个动作呢，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能帮助缓解脑供血不足和颈椎不适的情况。不过要坚持做才行。有人做的时间长了，会感觉脖子僵硬、头昏脑胀的。其实这可能是颈椎淤堵了。如果颈椎长时间淤堵，会给身体造成很多问题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想办法打通淤堵。那木子今天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能够保护颈椎健康哦。自然站立，两脚分开和肩同宽，双手叉腰，然后头先向前低，再向后，然后向左，再向右。要感觉颈部有酸胀感，这样前后左右来回的做5分钟。做的时候幅度尽量的大一些，这样活动颈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打通经络，对颈椎健康有很大帮助哦。那像经常久坐的人，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来预防颈椎问题。很多小伙伴总是抱怨，为啥我总是瘦不下去？其实呢，身体发胖很有可能是经络不通了。像你总是坐着不动，经络就可能会堵塞。所以呢，想要瘦下去，那么就要先疏通经络。那今天木子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让你体重悄悄降下去。自然站立，两脚分开与肩同宽，然后身体慢慢的向前弯曲。尽量的用双手去摸地面，双腿要保持伸直，这样坚持10秒，起身再做。每天做5分钟就行，因为我们2条腿内侧有膀胱经，那这样拉伸能够拉通膀胱经，膀胱经通了，湿气和毒素也能够排出体外，对燃脂瘦身有帮助。所以大家有空的时候就坚持做一做这个小动作吧，希望对你有用哦。干燥容易伤肺，使人出现咳嗽胸闷气短咽喉痛的情况，那我们该怎么养肺呢？下面木子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那这个方法就是按摩大鱼际。大鱼际呢，在手上大拇指根部隆起的这个地方。大鱼际是肺经上的穴位，和呼吸器官有很密切的关系。按摩时可以呢10个手指交叉，然后用大拇指向前推这里，推50下，再推另一只手，要感觉到有酸胀感。按摩大鱼际能帮助提高心肺功能，对缓解咳嗽、胸闷气短、咽喉肿痛有很好的效果。那想要养肺，平时还要多喝水，时刻呢保持一个好的心情，没事多运动运动，这样对肺脏健康有帮助。口臭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，很多人认为口臭是肠胃不好引起的，其实呢不一定，除了肠胃问题，还要警惕3种情况。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。第一个，口腔疾病，很多人不注意口腔卫生，出现口腔疾病，比如牙周炎、龋齿，就可能会出现口臭情况。第二个，压力过大，很多人呢承受着生活和工作的巨大压力，这也是引起口臭的一种因素，所以大家要注意。第三个，肺部问题，如果肺部出现问题，那么气体在经过肺部后可能会被污染，也可能会出现异味，这也是引起口臭的一种因素。立冬过后，天气也越来越冷了，而冷空气的到来很容易给肺部造成伤害，所以冬天养肺很重要，可以做好下面2件事哦。第一件事，多喝热水，因为冬天比较冷，还比较干燥，所以多喝热水可以帮助滋润肺部，对肺部健康有帮助。第二件事，坚持锻炼。冬天冷了，很多人对锻炼就懈怠了，希望大家还是能够坚持锻炼，因为锻炼能够提高肺部的功能，有健肺的作用。除了做好上面这2件事外，还可以多吃2种食物。银耳，银耳含有多种维生素、多糖以及碳水化合物，有滋阴润肺、止咳平喘的作用。梨，梨含有的水分很多，同时还富含膳食纤维、糖类以及多种微量元素。那不管生吃还是炖煮，都有很好的清热解毒、润肺止咳的效果哦。但是我们生活中经常吃到的，大家都知道，鸡蛋的营养价值很高，其中富含蛋白质、脂肪、维生素和人体所需的矿物质。如果能每天吃1个鸡蛋的话，对身体是有很大好处的。可以呢缓解视力疲劳，提高记忆力，还能够增强骨质密度，给身体补充能量。那虽然说吃鸡蛋对身体好，但是有3种鸡蛋最好不要吃。过期的蛋，过期的鸡蛋营养会下降，而且还有可能变质，不利于身体健康，尽量不要吃。毛鸡蛋，毛鸡蛋中含有很多细菌，如果你加热的不彻底，很可能会引起腹泻，对健康也不利。生鸡蛋，
有人啊喜欢吃半生不熟的鸡蛋，这样的鸡蛋不仅吸收率低，还可能存在细菌，所以呀也不要吃。得了，就叭叭到这儿吧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下期见吧，拜拜。